如果把内娱这10几年的发展拍成一部剧，那么85花这一群体绝对是最具戏剧张力的一条主线。他们从流量时代的巅峰走来，在争议、标签与偏见中沉浮多年，如今终于在白玉兰这个象征专业与权威的舞台上，迎来了真正意义上的正面对决。这一次，不再是谁更红，也不只是谁数据更好看，而是一个更残酷的问题：谁真正被时代留下？当流量走到尽头，奖项成为唯一答案。过去很长一段时间，85花的竞争逻辑其实很简单：谁的剧爆，谁的代言多，谁的热搜频率高。可问题是，这一套标准终究是外在的。观众可以一时被流量裹挟，但行业不会永远用热度衡量价值。于是，一个迟早会到来的问题开始浮现：当流量退潮之后，还剩下什么？今年白玉兰的提名名单，某种程度上给出了一个阶段性回应。至少在这个时间点，行业开始更认真地审视演技与作品。而赵丽颖与杨幂的正面相遇，就像一场被压缩到极致的时代缩影。赵丽颖从拼命活下来到被认真看见。赵丽颖的故事，很多人已经听过太多遍。非科班、农村出身、跑龙套起步，这些标签早就被讲烂了。但真正值得反复被提起的，其实不是逆袭，而是她从未停下改变自己的能力。从花千骨的小骨到楚乔传的楚乔，她完成的是流量积累；而从知否的盛明兰到幸福到万家的和幸福，她完成的是认知重塑。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成功，前者让她被看见，后者让她被认可。有业内评论人曾说过一句很有意思的话：赵丽颖最厉害的地方，不是她演得多好，而是她知道什么时候该放弃让自己轻松的选择。双引号，这句话其实挺狠的，因为大多数人在达到某个高度之后，都会本能的选择维持，但她偏偏反着来。为什么要从古偶顶流转向现实题材？为什么要主动去接那些不讨喜甚至不讨好的角色？这是很多观众当时无法理解的，甚至有人质疑他是不是选错路了。双引号。可现在回头看，这些看起来不聪明的选择，恰恰构成了他最坚实的底座。如果这一次他真的拿下白玉兰，那不是运气好，而是一个逻辑闭环的完成。但问题也随之而来，他的成功路径真的可以复制吗？还是说这只是一个个体奇迹？杨幂在质疑声中生存是另一种强大。如果说赵丽颖的关键词是逆袭，那杨幂的关键词大概是承受。童星出道，年少成名，从《仙剑3》到《宫》，她几乎是第一代流量时代的模板。可成名的代价是什么？是被无限放大的优点，也是被无限放大的缺点。这些年围绕她的评价几乎从未停过：有热度没演技，只会接古偶，资本运作型演员。这些标签像影子一样跟着她，但奇怪的是，她一直没有消失，甚至她始终站在最前排。这件事本身其实很反常，因为娱乐圈对女性演员从来不宽容，一旦被贴上负面标签，很多人就很难翻身。可杨幂没有退，她不断尝试不同类型的角色，哪怕每一部都伴随着争议。有业内制片人曾这样评价她：杨幂的优势不是稳定，而是她始终在动。双引号。这句话听起来不像夸奖，却很真实。她不是那种一步封神的演员，但她是那种一直在寻找突破口的人。所以这一次白玉兰的入围意义远远大于结果。
它至少说明一件事：行业开始重新评估它。如果它最终拿奖，那将意味着什么？不仅是证明演技，更是对一种长期被质疑的路径的修正。但反过来看，也有人持不同意见。一次获奖，真的能改变10几年的评价吗？观众的认知会因为一个奖项就被改写吗？双引号，这些问题没有标准答案，但正因为没有答案，这场竞争才显得更真实。两种路径的碰撞其实没有标准解，把赵丽颖和杨幂放在一起比较，本身就带着某种强行对立的意味，因为他们走的从一开始就不是同一条路，一个是从底层一路爬上来的现实主义路线，一个是从高点起步，在光环与争议中寻找平衡的明星路线。那么问题来了，行业更认可哪一种？是稳扎稳打，用作品说话，还是在复杂环境中持续保持影响力？从理性角度看，答案似乎很明确，但现实往往没那么简单。因为娱乐圈本质上既是作品行业，也是注意力行业。没有曝光，再好的演技也可能被忽视；只有曝光，没有作品也无法长久。所以真正难的从来不是选哪条路，而是如何在两者之间找到平衡。而这也正是这场白玉兰对决最有价值的地方。它不是在选一个更好的人，而是在讨论一个更深的问题：未来的演员应该成为什么样的人？观众的声音在分裂中寻找共识，比起专业评审，普通观众的反应往往更直接，也更情绪化。有人坚定支持赵丽颖，她一步一步走到今天，这个奖早就该给她了。从流量到实力，她的转型是最成功的。双引号，也有人力挺杨幂，她被低估太久了，这次终于被看到，能一直站在顶流位置，本身就是实力。双引号，当然也有理性的声音，其实两个人都值得，这种对决本身就很难分高下。希望评奖更看作品，而不是舆论。双引号，甚至还有一些冷静到残酷的评论，无论谁拿奖，争议都不会停止，因为大家争的从来不只是演技。双引号，这些声音看似分裂，却共同构成了一种真实的舆论生态。没有绝对的对错，只有不同立场的投射。这场对决真正改变的是什么？很多人把这次白玉兰看成是排位赛，谁赢了，谁就是85话第一人。这种说法不能说完全错误，但也太简单了。因为真正被改变的不只是排名，而是评价体系本身。过去85花常被归为流量代表，现在他们开始被放进实力讨论，这一步才是最关键的。因为一旦评价标准改变，后面的规则也会随之改变。年轻演员会开始重新思考，是先追求爆红，还是先打磨演技？是迎合市场，还是坚持表达？而行业也会重新调整资源分配。所以这场对决的意义不在于一个奖杯归属谁，而在于它是否能推动整个环境往更健康的方向走一点点。没有真正的输家，但时间会给答案。回到最初的问题，赵丽颖冲大满贯，杨幂争首个事后，谁更被看好？理性一点说，两个人都有赢的理由，也都有输的可能。但如果把时间线拉长，其实结果并不只在这一刻。因为真正决定一个演员位置的，从来不是一次获奖，而是持续的作品与选择。今天的白玉兰只是一个节点，它可以加速某种趋势，却无法凭空创造一个永远的赢家。所以也许更值得思考的是，
5年后再回头看这一刻，我们会如何评价这场对决？是把它当成一个分水岭，还是只是漫长竞争中的一次高潮？答案还在未来。但可以确定的是，这一年，这一场对决已经足够被记住。